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分享手撕面包的做法。手撕面包也是在面包店非常受欢迎的一款面包，味道和样式也都非常的不错。那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就把这款面包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来准备材料，和面盆中加入160克的面包粉，也是高筋粉，然后再加入160克的中筋面粉，也是家里最常用的面粉。高活性酵母粉添加3克，如果天气比较冷，就适当的增加1到2克。把现有的材料先用手搅拌一下，接着加入白砂糖50克，盐2克，打入一个全蛋，鸡蛋要用在冰箱里刚取出来的。用牛奶来和面150克左右，同样也是在冰箱里刚取出来的。到这一步就把现有的材料先和成一个面团。这款面包比前段时间分享的面包要稍微难一点，老爸给到我的手稿字也特别的多，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。首先是高筋粉和中筋粉1比1，一是为了后续好操作，二是为了提升面包的口感。如果家里没有中筋粉，配料就是240克的面包粉加80克的低筋粉。这一步只需要把材料和成一个面团即可。现在的面团看上去很粗糙，没有关系，用手平摊一下，中间包入30克的黄油。材料成团包入黄油以后，就放在厨师机里和面。用手和成一个团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掌握面团的硬度。厨师机开高速，把面团打出手模。如果没有厨师机，以现在的这个食材量，10分钟左右手揉也能出模，但是需要一定的技巧。为了下一步好操作，把面团放回到桶中，盖上保鲜膜，或者是盖上一张潮湿的笼布，放在冰箱冷藏1个小时。趁着面团冷藏的时间，准备1片黄油片，取来一张油纸，稍微大一点，然后对折。油纸展开之后，取来120克的黄油，然后铺在一侧的中心。黄油要用在冰箱里刚取出来的黄油，无水的黄油。然后用擀面杖把黄油擀成15公分左右的黄油片，然后放入到冰箱备用。黄油的选择上，如果对自己的动手能力比较有自信的朋友，可以用动物黄油，这种黄油比较健康，但是后续比较难操作。反之可以用酥油片，酥油片属于植物黄油，比较好操作。到这里前期需要准备的材料基本上就准备完了，擀黄油片也不是特别的难，擀好之后放入到冰箱，接下来进入制作的阶段。面团冷藏了1个小时之后取出来，案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，取来大擀面杖准备开酥。首先把面团擀成一张长长的面饼，大小刚好包入刚才准备好的黄油片即可。包入了黄油片之后，要用轻压的方式先把面皮延展开，然后再轻擀面皮。这是面皮的第一次开酥，后续还要反复的再开几次。开酥的时候借助巧劲儿，尽量把面皮擀成一个长方形。最后面皮大概擀到有35公分长、20公分宽的样子，然后就叠一次3折。这一步有一个细节，叠面皮的时候是把面皮翻过来，把底儿叠在里面，光滑的一面冲外。这就是一次完整的手工开酥，基本上没有删减过多的镜头。开完一次酥之后，配合少许的干面粉，然后进行第二次开酥。第二次开酥也是一样的，这里我就快进了，不然视频就太长了。接着进行第3次开酥，开酥之前同样是撒上少许的干面粉。第3次开酥完之后，把面皮叠起来，现在这个面皮已经很软了，黄油也快融化了。如果接着操作，很容易破酥。取来一个平盘，把面皮放在里面，放在冰箱里降温，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老爷子的开酥手法还是不错的，开到了第3次的时候，放在冰箱里冷藏降温。
现在是夏天，天气比较热，如果对于自己的开酥水平不是特别的有信心，那每开一次酥可以放在冰箱里降温一次。面团降温以后就方便操作了，进行第4次开酥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开酥就不删减镜头了，方便大家参考。最后把折叠好的面皮再擀开，比刚才开酥的大小稍微小一点就好。取来一个尺子量一下尺寸，把面皮横切，切成4个长条。在家里来做这款面包没有破酥机，只能手动的去擀这个面皮。这款面包还是比较吃颜值的，为了做出来更好看，所以要做的仔细一点。接着就把切好的面皮立起来，弯成4个弯。每2条第一个弯扣起来，然后规整一下，放入到模具当中。这个模具之前客串过焦糖水果蛋糕的那一期视频，模具的大小是长22公分，宽10公分，高5.5公分的一个椭圆形的模具。生胚放进去之后，就盖上保鲜膜，找一个密闭空间，比如说烤箱里进行发酵。烤箱有醒发功能的，很快就会醒发好；烤箱没有醒发功能的，就放在里面自然醒发。面包不用醒发太大，满模就行，放在模具里不晃，然后就取出来。醒发好之后，在面包的表面刷上一层全蛋液。刷的时候要刷全蛋，不要刷蛋黄，蛋黄太浓了，会遮盖住这款面包的纹理。趁着刷蛋液的时间预热烤箱，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上火预热到170度，下火预热到17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5分钟左右。这次烤面包用到的是烤网。面包烤好之后，色泽真的是特别好，然后趁热在表面刷上一层黄油。做好的面包样子虽然说不是很完美，但是手工来做已经很不错了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也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刷好黄油之后，把面包扣出来，然后放在保鲜袋里，那这款手撕面包就做完了。面包用手轻轻的一拉，也就分层了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